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在这个时候特许了中国邮轮可以通过荷姆兹海峡。那么普丁则是扬言会对欧洲来做断气，中俄会不会成为在美伊战争之后唯二拿到最大的一个赢家呢？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来看到说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应该影响最大的会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没有想到这当中也有2个国家捡到了好处，会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吗？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关键其实就在荷姆兹海峡了。战争开打之后，大家知道伊朗就是立刻宣布他要封锁他的荷姆兹海峡，阻挡所有的船只进出哦。那么外界就在看说，中国大陆应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吧？因为呢，大陆进口的原油有50%都必须要经过这个海峡，它的天然气也有16%是要经过荷姆兹海峡的。没有想到这个伊朗啊，在5号这一天突然间宣布了，针对中国大陆的船只是可以让它通过这个海峡的，结果就是立刻看到了一艘中国大陆的货轮，这个是铁娘子号，安全的通过了荷姆兹海峡，被解读是伊朗针对了中国大陆特别开了一个绿色通道给中国。反之，这个也是同样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被证实有一艘日本的船只在荷姆兹海峡受到不明物体给袭击。日本的外相最新出来声明了，他说2个日本人已经遭到伊朗的拘禁，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好，中国大陆船只可以顺利通过这个海峡，也代表中伊关系是依然紧密的意思吗？接下来中国大陆在这一场战争当中的角色会是什么？会去协助伊朗吗？如果扩大成长期的战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确定会得利吗？张将军又怎么评估？无论伊朗，它毕竟还会有选择性。那这个现在这些船舶，它都有 AIS 系统，就是船只自动识别系统，它会回报的。你这个每一个船都有它的名称，都有它的编号，很清楚的。一看到中国大陆的船，那就开绿灯就好了啊，它也不要对的。一看是美国的船、英国的船，甚至是其他国家非常对伊朗不友善的，那对不起了，我就要实施。这个不用拿飞弹来攻击，用无人机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油轮啊，或者液化天然气，我们叫 LNG 啊，那个船啊，就是液化天然气那个船舰啊，都是圆形的，那上面根本没有进步防御系统，无人机过去就可以了，上面载着40公斤炸药，一个就过去了，就给你一锅端了。那大家乖乖的就不要动了，你不要动就安全了。所以这个伊朗，我认为他会在那边对特定的国家开绿灯。那你站在我这边，那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就过去了。那其他的一看你小心一点，那可能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用挂其他国家的旗子，拿其他国家旗的招牌。你上一次也门的胡塞组织控制的红海的时候，有人偷偷挂其他国家的旗子通过嘞。那个也门胡塞组织那个旗，因为那个红海地方最狭窄的地方，也门胡塞组织望你就看得到。你看那个旗子旗子是哪一个国家旗子？放行，是这样，因为那个海峡最短。荷姆兹海峡，那伊朗控制的荷姆兹海峡最短39公里，对，才21海里，而且上面还有伊朗的岛屿在上面，岛屿上面都可以布防，这是无人机可不可以？我认为当然可以了。所以现在那中国大陆角色怎么样呢？我认为，如果打得越长的话，中国大陆角色会越重。第一个，大家希望中国大陆你出来当东道主，好不好？来调停，好不好？对不对？伊朗也希望你出来调停，美国也希望你赶快叫伊朗出来谈吧，不要再打了吧。双方都有压力。美国有库存降低的压力，伊朗也有弹药，这个无人机跟这个导弹不足的压力都会下降嘛，不会说一个这个他下降你不下降，统统下降，所以就有这个方面压力。第二个，这个穆斯林你注意看，穆斯林的国家住在这些美军的驻地都住的穆斯林，都是我们讲到的都是回教国家。是，那回教国家，我们都是回教国家，回教国家打回教国家，你从我回教国家的机场起飞去打回教国家的伊朗，那当然他们都会有那种压力耶。虽然大家里面有分什叶派，也有逊尼派，但大家都是穆斯林啊，所以是这样子。那加在什么？大家也希望中国大陆出来来帮忙，因为我没办法讲话，因为美国驻军在中国，我怎么办法讲？但是中国大陆可以出来做调解。第三个，能源压力会因为大家会大，大的话找谁？找美国没有，找以色列没有用，找中国大陆很有用。是这个样。第三个，地缘的压力，大家很多国家不希望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独大，大家都被以色列玩完了。那大家希望地缘战略平衡。那地缘战略平衡，中国大陆你出来，赶快做调停。所以我认为，伊朗在这一方面，
他不见得会从中国大陆直接拿到武器，他从巴基斯坦调拨就好了嘛。印巴战争的时候，伊朗是支持巴基斯坦的，那你这么调拨，中国大陆绝对不会直接给，你给他100套，我给你100套，但我没有给你，我是给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跟那个间接一转一手，可不可能？这种可能性很高啊，但是我中国大陆没有卖啊，我只卖巴基斯坦，那其他是巴基斯坦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有这种弹性调拨的可能。好，所以看到这个，在伊朗他对荷姆兹海峡祭出封锁之后，现在国际感受到了压力，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在此刻出来调停。刚刚说受惠的国家，除了我们特别提到的中国大陆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能源国俄罗斯了。在这一场中东的战火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狂飙75%，那让天然气大国俄罗斯就掌握了这个能源的筹码。普丁在这个时候就立刻放话了，他说：“也许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停止向欧洲供气，对我们更有利。被解读是不是要赚能源财呢？更关键的是，美国现在为了保护这个以色列在中东的一个基地，还有美国正在大量的消耗它的爱国者飞弹。这一些飞弹注意了，原本都是要给乌克兰的，因为呢每个月至少需要60枚的爱国者3型飞弹。现在如果库存都拿去给中东了，代表会削弱乌克兰的防空，那当然会有利俄罗斯在战场上面的表现。将军怎么看？其实如果说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作战不要说是国家打仗了，就一般的小流氓打架都同时面对两帮太保的话，你一定是集中优势的这种打击力量去对付一个嘛。那另外一边来讲的话，你只能用牵制的方式或用节约的方式所以军事作战一定讲究节约与集中要打的地方你一定集中兵力去打。那次要部分你一定节约兵力，甚至于用拘束。我们都认为说是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是不是这个同时面对太平洋战争跟欧洲战场？虽然讲是这样讲，但事实上你看包括到这个欧洲战场来讲，它是靠盟友包括到这个英国、欧洲这些盟友，甚至于俄罗斯帮他打。那太平洋战争如果不是中国帮他牵制住大部分的日军在中国战场，那他在太平洋战场上面他也不可能打那么顺利。所以这次我认为说是美国如果说这次我认为他的力量，就算是他有能力，他也不应该同时在2方面用兵，尤其是现在在俄乌战场跟这个中东地区来讲的话，他必须要集中在一个地方。如果他同时分散自己兵，那最后一个结果，就算是你有能力打赢，那你一定是变成这个旷日费时嘛，你一定会拖很长的时间。那现在这个如果说用这种论述来看的话，那我相信，就俄罗斯来讲，他一定占到便宜嘛。他不管是在经济方面或军事方面，那你美国不能集中兵力，不能集中你的这资源去支援乌克兰，战场势必是如此。那此外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在东亚地区，你现在很明显的，当你的这种导弹数量不足，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现在甚至于要将韩国、将日本，甚至于将我们台湾的这爱国者3的导弹这个调去中东地区，不管是你这些导弹，你要防卫你自己的27个基地，或者是协助以色列来做防卫，那证明你的资源都空虚了。所以我认为美国在这次来讲犯了一个很大一个错误，就是2面开战到处树敌，到最后贝多利分。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可能救得了这边，这边这个救得了，但是另外一边却失火了，这是他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好，现在美国面对很大的压力。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那现在是俄罗斯跟中国在这方面会成为这场战争最大赢家吗？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我讲美国的确面临很大威力了，这个压力了，这个内外夹击，说不好听的，国际当然会给他一些压力，当然也有支持者，但是呢，美国自己本身他的党派也有非常多反对者嘛。我想，你这个无缘无故的完全不顾人道。就这样袭击别的国家，而且到底有多少的深仇大恨，我们实在是也看不出来。好，那第二个呢，我要讲就是说，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全球呢，我现在不看现在，看未来，全球一定会产生一些 chemical 变化。首先，第一个，在目前来讲，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全球的能源大国伊朗绝对是排名前面的。第一个，它在石油的储量是全世界第4大，虽然它的产量以及出口可能是10几名，可是已经是非常大。当它的荷姆斯海峡也控制了整个。从那个海峡出去的1/3的全球的石油的供给量，所以呢，当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2组这个全球
人员这个输送这个供给的一种能量哈。第二个呢，天然气也非常重要嘛哈。刚讲的这个 LNG 这个东西在伊朗它是储量是全世界第一的，大家去了解一下。当它生产量是第3，逐渐它的能源算是真的能源大国。另外一个国家当然很清楚，刚刚问的那有些国家可能就因此而受惠啦。谁呢？俄罗斯不就是吗？俄罗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天然气或者石油，尤其在欧洲，它控制了这个大半边天的这个能源市场。这个整个欧洲就仰赖这个俄国嘛，所以这时候在经济角度来讲呢，俄国绝对是大为获利，他一定也会把价格讲不好听，伺机以待把它提高价格。那你知道这个价格还真的已经涨到了75%，所以对这个俄国来讲，经济上算是一个大的利益啦。还有一个呢，在军事上呢，其实这时候美国把军力放到了这个伊朗中东这个地方来，其实俄国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啊，美国就没有办法再那么有心的去在俄乌战场上呢做很大的琢磨。但我现在还要讲另外一个国家受惠的，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为什么呢？中国当然在经济不一定受惠，因为人员1/3从这里出去，尤其伊朗又是 support 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员的一个这个供给者，这时候一定会受到一些伤害。可是呢，他也给这个中国开了一个等于是绿灯啊，一个这个特殊的门，让只要是有中国的船过去，他就让他能够通行。因此私底下他也一定会尽量的 support 中国，因为毕竟啊。在意识形态中，这些中国在幕后是比较会支持伊朗的这个倾向的。我现在要讲一个哈，就是大家如果去回忆一下，中国呢，其实在2015年和2017年分别拍了《战狼1》和《战狼2》这2部电影，我刚好看过，在飞机上看的。你知道吗？那这事情让我想到一个荷姆斯海峡这个中国船过去，让我想到一部电影里面，我让中国人看了会非常激昂的一个非常爱国民族主义的一幕，也就是他的男女主角用一辆卡车在解救这个非洲黑人要离开的时候，不小心刚好碰到了敌人呐。那在这个山群上已经都埋设好机关枪，准备把这个卡车全部射杀的时候，结果他们慌了，完了没有招了。结果有一个人想到说 ，Hold on 1 second， 等一下，他马上跑到这个车子的后面，一拿出来一个是什么？正好机枪要打下去，挥出了一个5星旗，吓到了所有的那些要开枪的。Hold on， China， 你不能打，这是中国。当然，这个有点把中国的这个精神打得太高，这也就是川普当时第一任时候很不爽，然后厉害了我的国啊，战狼这些电影，造成他说，开玩笑，这次一样嘛。你知道中国船来，刚刚将军也讲了，今天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电子系统告诉这中国船，也不需要，通常过去也会通报啊，也会做报告。你只要是中国人，当然你也不能作假，尤其国旗不能乱挂的，你知道，挂的是如果刚好是我们对岸中国大陆的国旗，我跟你讲。这时候伊朗只让他放行，对中国来讲，这个经济利益当然也就出现了。还有一个是政治利益，这整个国际关系在这一次啊，你会发现，以前讲战争与和平，现在是谁在鼓舞战争，谁在鼓吹和平？这个不用讲嘛哈，不言而喻，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因此未来你看啊，这也会使我想到，你看2战的时候，美国在后面，不管是欧洲、亚洲战场。美国在后面 support 啊，他做兵工厂去 support 出去。那在这个俄乌战争也是，美国呢在这不断的支援乌克兰。现在你会发现啊，现在是美伊如果或者美中东这边如果有战事，请问谁在后面 support？ 而且他不用出太多的兵力，他只要 support 一些这个武器出去，就可能会折耗，用消耗战折耗他未来可能的敌人。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假想敌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对岸。那今天中国对岸这个中国大陆呢？他如果在这时候把对方的这个战力在此时消耗掉，对他未来在军事在政治上可能都有很大的利多。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